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驻华大使引发的又一场中美外交战啊。那么先说一下，今天是911纪念日，然后今天这个任志强开庭啊，那任志强案开庭。那么我们讲讲中美关系，要讲讲中美关系，这其实是上一场中美外交战的这个延伸啊。那么上一场外交战大家应该很记得啊，7月份的时候，那么美国国务院开始对等的限制中国外交人员的这个行动，然后就开始双方的对抗越来越升级。到了7月21号，美国宣布这个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然后到了27号，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就到这里停下来。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其实他的对华政策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对等啊，对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我怎么对你，你得怎么对我，大概就是个这个意思。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贸易战，在这个基础上也引发了外交战啊。外交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啊。那么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啊？中美最新一轮的外交战又是怎么回事？从8月份开始啊，8月26号。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这个人民日报就是发了个函给他们，要求说刊登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一篇文章啊，而且呢他在给人民日报，就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人民日报的这个公函是这样说，他说美国大使馆认为文章全文刊登，不做任何修改，尤为重要。意思就是全登啊，不要改，不要修改。当然，一般是不能够修改。我投书给你，当然不能修改啊。如果修改的话，那就不是我投书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人民日报他要求是9月4号刊登人民日报当然是拒绝了他。那布兰斯塔德这篇文章叫什么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叫根据对等原则重塑中美关系，美中关系啊。那文章其实讲了2点，其实整篇文章不太长，他就讲了2点啊。第一点，美中关系严重失衡啊，美中关系严重失衡，在各个领域严重失衡，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开放对中国友好对待，但是呢，中国没有这样对待美国他举例说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记者、美国的外交人员，甚至美国公民的团体，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特别像美国记者面临很多的限制甚至这个进出中国都有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呢，中国的记者呢，在美国完全公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很广泛的便利等等，这是第一点。他讲的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然后呢，第二点，他其实就在反驳这个中国的一种说法，说这个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是为了遏制中国，是因为中国崛起威胁了美国的地位。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对你们采取的措施是基于对等的原则，就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就这个意思。其实这篇文章不长，就把这2点讲清楚还是很有力量的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呢，在这个星期开始发酵消息就出来流传出来呢，这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这个题目就很刺激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虚伪的宣传系统啊，这个系统，他就开始非常系统的批驳啊，这篇非常长的文章啊，说在美国啊，中国政府官员可以直接对美国人民发表意见啊，比如说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今年已经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5篇评论文章啊。那中国外交部和环球时报、中国时报等官媒经常利用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交媒体攻击美国的政策和生活方式啊。然后他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加强与自由世界的关系。他说，中国政府应该尊重西方国家外交官直接面对中国人民讲话的权利，允许外国记者回到中国，停止恐吓骚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外国和中国记者调查彭佩奥说一句很刺激的话啊，他说共产党精英们是多么的害怕自己的人民能够自由思考问题，害怕自由世界对他们治理中国的表现做出评价啊，这个非常刺激啊。然后人民日报做出反击，星期四啊，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的文章内容漏洞百出，与事实严重不符，也不符合人民日报作为一个久负盛名、严肃专业的知名媒体对来稿的选用、刊发所秉持的一贯标准。人民日报很严肃、很专业啊。人民日报的谎言举世闻名啊。人民日报这个声明还隶属美国政府最近对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的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啊，说这些做法限制了新闻报道自由啊，他们也讲新闻自由，非常可笑啊。同一天，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赵立坚宣布什么呢？宣布对美国的外交人员采取这个对等的限制措施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中方已经于近日发出外交照会，对美国驻华使领馆，包括美国驻香港总领馆以及人员的活动采取对等限制。有关措施涉及美国驻华使领馆，包括美国总领馆的高级外交官及其他所有人员。那这一场外交战又开始了啊！这场外交战会延伸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啊，但是肯定是开始了啊！双方就开始这个限制升级啊！这场外交战的始作俑者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啊！布兰斯塔德70岁了吧？70岁了，是个传奇人物。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也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州长。他先后当了两段时间的州长啊，一段时间是83年到99年啊，然后是2011年到2017年，他当州长时间非常长，是历史上最长的州长任期啊。但是他最著名、最传奇的地方是什么？他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35年的交情，35年35年的交情。这是当初川普总统任命他做美国驻华大使的其中一个原因。他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爱荷华州的州长。爱荷华州是著名的美国的农业州，也是这个共和党的票仓，所以为什么川普总统任命他做驻华大使，也是他当选有功劳嘛，对吧？论功行赏，美国这个驻美国各地的大使都有这样的功能啊。那么布兰斯塔德的任命在参议院是82票赞成，13票反对，
通过啊。什么是民主制度？什么是民主啊？民主其实首先是制度，制度意味着什么？制度其实就是制衡，防止坏事。其实制度是防止出现不可接受的结果，它其实是守住底线。你看美国总统啊，我们叫三权分立，三权分立讲的是什么？制衡，其实是制衡，互相制衡。美国总统任命他的驻外使节都要受到议会的监督啊，要投票才能过，不投票不能过。防止什么？防止私相授受啊，其实是私相授受。其实美国驻各地的这个大使其实是总统的私相授受，但是私相授受你得有一个理由，你得不能把这个事情变坏，所以他要让议会去通过啊，投票通过。所以你可以看82票赞成，理由是一看这个人跟习近平有关系，可以啊，既然要搞好关系嘛，那就有交情，那就去吧啊，就这么回事啊。然后是2017年6月27号这个布兰斯塔德本人到北京，然后7月12号向这个习近平递交国书啊，国书就是一份任命书啊，任命书就是我派谁谁谁做全权大使啊，然后接受啊，接受就同意了啊，就这样。这件事情其实布兰斯塔德向人民日报投书啊，这件事情其实在2年前发生过一个当时也是个蛮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2018年中美之间开始打贸易战，比较激烈啊，双方就是先是开始是双方你来我往啊，就是言论上的互相攻击啊。然后当时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国日报就跑到哪里呢？跑到爱荷华州，找到当地最大的一份报纸，买了4个版面，发表4个版面，就样子看得过去像新闻报道，但其实是广告啊，做4版连续的4版广告，全版啊，其实就是软文，中国式的输出中国式的软文啊，干什么？骂川普总统，批评川普总统。你要是打中美贸易战，那么就会受到什么呢？就会让爱荷华州的农民受损啊，就是专门跑到这个叫什么共和党的票仓，川普总统的票仓啊，去发表这样的文章啊。当时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其实当时的主流媒体是非常震惊的啊，非常震惊，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是爆出来。这是美国的媒体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大外宣，就是外宣中国可以这么干啊，可以这么干。那么布兰斯塔德呢，就专门，当时他已经是驻华大使，专门写一封信啊，写一篇文章，跑到这个爱荷华州的这份报纸上投书，去反驳这个中国日报的观点啊。他怎么说？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啊，搞宣传，让这个美国的工人、农场主和企业深受其害。他说和美国相反，中国就没有啊。中国书报亭不让讨论中国经济的困难和反对声音，中国人民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他就去。其实你可以看。布兰斯塔德肯定是在美国人当中最早警惕中国外宣的人啊，也是最早进行反击的人，就是在这个领域，你看他针锋相对，然后他特地，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我相信布兰斯塔德他自己很清楚，他投书给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是不可能登出来的，但是
他知道不可能登出来，他也要做这件事情，什么意思？这就是对等嘛，对吧？你中国日报跑到这个爱荷华州找份报纸刊登文章，你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我们的报纸上登你的文章，那我要去你们的报纸上登我的文章，他知道不可行，但是他要做啊，这就是美国的行为模式啊。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引发了现在的这一系列的外交行为啊，外交后果啊。布兰斯塔德，他是1983年啊，我们讲讲他跟习近平他是怎么建立这种关系的啊。布兰斯塔德是83年出任这个爱荷华州的州长，当时他36岁啊，36岁，然后到了他上任之后呢，爱荷华州就和河北省建立了友好的州省关系，就是有点像友好城市这样的关系啊。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呢，第2年他去访问中国，当然就去了河北，接待他的人就有谁？就有习近平，双方就建立了联系。然后你不是来了吗？那我也要去啊。1985年，习近平就带领一个访问团啊去了爱荷华州啊，2个人相见欢。那当然，他去爱荷华州，这个布兰斯塔德就接待他，就是你来一次，我往一次啊。然后中间呢，后来就这个布兰斯塔德中间就跑着去当众议员。干了几年众议员，干了一段时间众议员之后，2011年他又跑回爱荷华州，又去当州长啊，又去当州长。然后呢，当年他当了州长，当年就去中国访问，所以你看他跟中国关系是非常好，他很喜欢往中国跑。你看，当年就去访问中国。2011年，习近平已经是什么？国家副主席，已经是储君了，他就跑到北京在大会堂见习近平，习近平就在大会堂见他。那当然，这个今时不同往日啊，那习近平那个时候还是夹住尾巴啊，要做储君，不能惹事儿啊。那么到了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又去了爱荷华州，所以其实这2个人还是有点缘分的啊。习近平访美专门去爱荷华州啊，习近平也是个念旧的人啊，他还去爱荷华州，还去了上次去的那个小镇啊，叫马斯卡廷。他第一次去爱荷华州也是去了马斯卡廷啊，然后这次去这个布兰斯塔德全程陪。然后这一次习近平去这个访美，这个布兰斯塔德的这个交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拿到了，就是布兰斯塔德拿到了几十亿美元的订单，就是农业贸易合作协议，其实就是订单啊。那么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资料，爱荷华州出口它的农产品出口，加拿大第1，中国第2。2016年、2015年，爱荷华州出口中国的农产品14亿美元啊，很厉害的了，很厉害一个州啊，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个长时间的友谊。但是你可以看，布兰斯塔德的虽然跟习近平有这么多年的友谊，但是他在驻美大使这个角色上非常的清晰，他该干什么，他怎么做，清清楚楚。所以你可以看人的际遇其实是有一些，就是说你现在的处境和过往的一直走过来的这个际遇是有关系的。你看布兰斯塔德
当年要不是他喜欢往中国跑，他不可能认识习近平啊。那么习近平往美国跑啊，这就他们互相认识，互相保持这种往来的关系，才会建立这么长久的友谊。然后双方呢还重视对方，所以习近平一不小心当了中国的国家主席啊，布兰斯塔德就变成了美国驻华大使。这就是双方大家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在某个领域，那你的处境就会反映你在这个领域付出的这种努力啊，这个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故事我就讲这么多。那么今天我还想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就是美国昨天有网友说这个说解放军军演啊，解放军军演我看了一下，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美国国防部昨天晚上宣布9月9号、10号2天，解放军各有30架战机、7艘舰艇在台湾西南方空域、海域演训。期间有21架次战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那么解放军军机和舰艇的活动区域距离台湾最近的约90海里，就是166公里。然后解放军的兵力是从福建省晋江、漳州以及广东省澄海等地出发，赴台湾西南方外围海空域演训啊。那么舰艇活动范围就在东沙岛以北的海域啊。美国台湾的国防部认为这是解放军的严重的挑衅行为，然后国军将会派遣优势兵力全程应处。蔡英文总统昨天就召集7大部门开国安防护会议，讨论抗击共军的事宜并视察防空导弹部队，明确表示国土主权寸土不让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啊。当然，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位置和之前的位置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讲过，8月份的时候，中国发这个新闻稿说，这个中国军演在台海的南北两端南北两端其实讲的是哪里？一个是渤海，就是河北唐山对出对外面的这个海域，还有一个是海南岛东西沙群岛他把这2个位置说成是台湾海峡的南北两端，其实是声音大雨点小就是摆姿态，把那种正常的演训当做一种具有政治含义的一种行动，就是广东话叫一雞兩味，就是一鸡两吃啊。但是这次不同，这次是有针对性。为什么？因为它就在东沙岛，大家看地图知道，就是在台湾海峡的这边旁边，就是对面就是台湾啊。这是真的，这次是真的，这次没有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啊，这次没有大张旗鼓，但是真的出动了飞机跟舰艇。你看这个飞机舰艇数量不少，30架2天时间30架，蛮多的啊。其中20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好像航母不在，美军的航母不在，所以解放军就出来了啊。就你可以看到，解放军现在避免和美军对峙啊，美军对峙，你看，所以这次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有点特殊。我看不到最近有什么，除了海峡论坛，王金平
这个叫什么求和，回来被这个蔡英文总统冷遇之外，没有别的特殊的情况。我不理解这次解放军在这里演习的政治上的含义是什么，但是这一次他在这里演习肯定是有指向有指向。更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更大的可能性并不是针对台湾，而是针对美国啊。但是这个指向不清晰啊，指向不清晰。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因为你要知道，一场军演，而且在台湾海峡这边军演，这是大事啊，不会随便干这种事情。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向的话，他不会这么干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发生。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中美又开始新一轮的外交战，引发这场战争外交战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布兰斯塔德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35年的交情啊，我们也讲讲他们是怎么建立这种关系的啊。然后就是解放军在台海军演啊，台海局势有紧张的趋势，好吧？那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最近会员呢就有点停滞不前啊，停滞不前。我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我们被平台最近过去1个星期严重限流，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流量就知道啊，严重限流。那已经到了怎么说呢？到了我要说话的地步了啊，到了我上，所以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想受这种商业上的影响啊，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有条件的网友请支持我们加入会员，好吗 ？OK， 那么今天再玩一次游戏，昨天玩过了，今天再玩一次游戏。今天我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说说啊，今天有什么不同？我讲的是我身体啊，有什么不同？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人看出来？1分钟时间讲完好吗？第一个回答就对了，我的落枕好了 ，OK， 第一个网友都答对了啊，对了，全世界都答对了，好吧？那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啊，你看大家都对我很了解啊，谢谢大家的关心。进入互动之前，我这里要明谢一下啊，明谢2点。第一点就是我上次在节目当中请大家给我提意见啊，那么我收到了很多网友热情洋溢的建议啊，他们都是通过邮件发给我的啊，就是我们视频下方都有我们反馈的邮箱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发，就是建议啊，这个建议都非常的好，我会慢慢的去落实我们很多网友的建议。很多网友不仅提出建议，还提出了期望啊，就是说他期望有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希望发生什么。我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期望，有些我们条件不具备，等我们慢慢的把这条件攒足了，我们就去实现啊。所以，我通过这些信，我也看到了大家对我的期待啊，也有要求啊。当然最多的是什么？满满的支持的情谊啊，我非常感谢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最近开始，我也在调整，但是有2点我不会有改变。第一个，我会坚持在 YouTube 上面发声啊，我不会离开 YouTube， 我什么情况下都不会离开 YouTube， 除非 YouTube 关门，这是第一个啊。包括我在 Patreon 平台上的发展
我还会在其他的平台上陆续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逐步的慢慢的向其他的平台扩展。不管怎么改变，我在 YouTube 上面都不会离开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不管我们的节目形态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有2个属性是不会变化的。第一个属性就是新闻属性我不会我们的节目不会变成一个教育频道我们还是个新闻频道，这是第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是新闻属性不会改变。第二个，我们的专业属性也不会改变，就这2点2个属性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请大家放心专业、中立客观，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请大家监督我请大家支持我、帮助我，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一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好，这个平台不是王先生个人的，这个平台是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在这一起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上的交流，获得我们精神上的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讲，我希望这个平台是我们大家的精神家园这是很高的评价好吧，谢谢你那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论。好，明谢，Zion Smith 谢谢，长王山斗底谢谢，Eve 杨谢谢 ，Learn a lot from your program 谢谢，刘福谢谢，984 degree 谢谢 ，Hello sir，Bio and Indian Gigathenda 我不知道怎么读，Eileen L 谢谢， Simon 高谢谢。王老师每次讲故事都那么精彩，谢谢你。自由雕塑公园 CA 每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全靠王老师的陪伴，感谢王老师，支持王老师讲近代史，非常爱听，给杨白冰平反内息，好，谢谢Sam 王 Sam OK 谢谢 Berlin Wall 谢谢 Sophie 萌谢谢轰胖谢谢，支持王先生每天直播好辛苦，每期也不轻松，请你们喝杯茶，周末愉快，谢谢。米卡卡谢谢。好，情况，美国驻华使馆的这篇文章在新浪微博被屏蔽，连驻华大使的文章都被404，只有厉害国才做得出来。我会把这个布兰斯塔德的这篇文章和这个蓬佩奥的声明，我都会贴到我们的社区去，回头大家可以去那边看，好吗？全文情况，北京时间9月11号18点08分，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虚伪的宣传系统》，其中引述了布兰斯塔德署名文章，并获得10万左右的阅读量和7000多次点赞。此后文章当晚21点被下架，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他也不删你，反正就看不到观点，中共一直是这样的骚操作，自以为可以直接打击美国的痛处，却不知道白宫不知如何向选民交代具体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中共这是送枕头和送枪，现在问题完全是中国没有知美派，完全是傻子和马屁精在治国。是这样的就是说，对，美国是个开放系统，其实西方国家都是个开放系统新闻自由，然后这个你可以自由的移动就是它是整个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共过去20-30年就是利用这个开放的系统进行全面的渗透做他想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全部做完。这样做呢，当然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吃了大亏这个亏吃得很大。但是这件事情不可能
就是我们说谎言哈，谎言只能在一个时空当中存在，它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在任何时空中存在。谎言始终会被发现、被拆穿的，就是中共的这个行为迟早会被发现。发现之后会怎么样？发现之后，他会被报复。就是他的报复是什么？报复就是美国最先开始思考研究中国的意图，中共的意图，他就改变什么？他会改变国策。所以你看中美关系现在这个情况，就说你要知道，西方人对这种欺骗是非常痛恨的，欺骗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在西方文明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件。就说你对我进行了欺骗，你利用我的善意来坑害我，其实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全面的进行对抗，这就是后果。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后果他会付出，他可能会把他吃进去的东西要吐出来，还得更多，有可能是这样啊。情况现在开始，在中国宗教信仰者都需要到公安局实名登记，教堂门口也好多摄像头啊，这个就是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纳粹啊，纳粹对付犹太人的路数啊。情况，香港警方10日拘捕15人，称涉嫌串谋诈骗及洗黑钱，在一传媒股票有关交易中获益逾超过3800万港元，支持一传媒股票都被污名化。黎智英在一传媒的股票暴涨的时候，他出来说话，说大家小心，不要买一传媒的股票，涨得太高了，会赔钱的啊。黎智英出来讲这个话，其实很重要，很关键。你看这次，你看现在就可以发现啊，黎智英的这番讲话，就证明什么？他其实是，就这番讲话其实保护了他自己啊。你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在香港警方理论上来说，如果有人利用股票的股价的波动来挣钱，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香港证监会的工作啊，警方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当啊，不当啊。观点与提问，我认为只要大陆开放言论自由，一段时间后 ，CCP 就算不倒，也会被逼着改革。请问王老师的观点？还有 CCP 有可能开放言论自由吗？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开放？CCP 就是其实你把这个次序搞反了，就应该先问 CCP 有没有可能开放言论自由。CCP 是不可能开放言论自由的，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都是独裁政权，独裁政权是不可能言论自由的。独裁政权的其中一个支柱就是什么？就是管控言论。管控言论的目的是什么？洗脑。因为如果大家有正常的智商，有正常的认知，独裁政权是没办法持续下去的。独裁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人民没有正常的智商和认知，他被严重的洗脑，偏离了人类社会的常识，独裁政权才有条件存在。所以独裁政权有几个支柱，其中一个核心的支柱是什么？就是洗脑。洗脑的前提就是控制舆论，控制舆论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控制言论。这就是当然还有独裁政权还有一个什么暴力等等一系列所以第一个 CCP 不会开放言论自由，除非 CCP 倒台了。言论自由会不会导致 CCP 倒台？
你想一下，当他手上握着所有的权力，而且他还有暴力工具的时候，他开放一下，发现他的政权受到威胁，他就不开放了吗？因为权力都在他那里，开也是他，不开也是他，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这么回事啊。情况，国民党连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参加海峡论坛，央视在评论节目禁用这人是来求和，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不只是国民党已向主办单位国台办表达抗议。我觉得 CCP 是揭露国民党最好的队友。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态，其实是既愚蠢又蛮横，其实是蛮横在先，就是说我可以这么干，首先是我可以这么干，所以他才不用大脑去思考，就是首先是蛮横，就是大陆对国民党的蛮横啊，不是对台湾的蛮横，是对国民党的蛮横，因为他觉得中共已经觉得他对国民党已经控盘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啊，才会这样讲。国民党向国台办抗议也是装一下的啊，装一下姿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其实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习近平的团队是武大郎开店，从上到下，马屁精为主，马屁精能力有高有低啊，那么以低的为主，他主要的精力在拍马屁的话，他就不会有太高的能力啊，所以这种人在管事啊，这一代一层一层下来，所以这事情就办成这样，办砸。你想想，王毅是什么情况？对不对？你看王毅你就知道，现在习近平的团队是个什么样的水平，习近平的团队是什么样的水平，下面都是一些什么水平，不就很清楚了吗？所以这个不奇怪，就是很多我们外界经常对中共有很多解读啊，其中有一个解读，我觉得是常常出错的原因，就是高估了中共的实力。低估了他们的决心，经常低估他的决心，他就处心积虑要搞你经常大家没有意识，所以叫低估了他的决心，高估了他的能力。就是你想一下，武大郎开店一路下来，一个比一个矮，所以其实他们的能力有限所以高估了他们的实力中共的政权的特征是什么？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一个字，中共核心，从建政到现在，你看一下中共党史，你就知道，中共从建党到现在，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一个字，骗，一路骗下来啊。情况，广州做船运的朋友聊天说，上个月到现在，中国出口订舱都订不到。但是大部分是发东南亚。另一个朋友在广东说，欧洲3来1补贸易，现在几乎倒闭。欧洲现在还是不行，疫情还是很严重所以欧洲需求应该是不行的东南亚是，你看上个月的数据就是东南亚还排第一情况，国内旅游市场不景气，政府为了推动旅游，下达指标给旅游部门，工作人员已经下乡拉农民、居民旅游，普通景点几十亿人，名胜古迹200-300亿人，同时每人发放50个鸡蛋、1对猪脚、1瓶假红酒，还有一些零食和水好吧，那中间又有人可以挣钱了提问，在中国各类劳模、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优秀工作者的评比特别多，请问这背后是什么逻辑，什么利益关系？网友，比如你是先进单位、文明单位，你做生意可以拿出挂墙上欺骗消费者，还有换个说法，就是我们喜欢累死在岗位的，你愿意累死在岗位，那么你就是劳模。
舍小家为大家。其实呢，劳模也好，先进也好，文明也好，其实人类社会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示范啊。其实人类社会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的啊，就是说它有一个奖励系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个奖励系统。奖励什么呢？奖励一个模范，就是说一个好公民他有一些行为被社会认可，然后我们就奖励他。奖励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告诉大家这个行为是好的，大家可以模仿他。这是一个我们叫这是一个文化的过程。文化讲的其实是这种东西或者是一个教化的过程。文化或者教化其实有相同的含义在这个领域那么中共也有但是中共就不伦不类为什么？中共的这一类的，就是说奖励变成什么？变成权力的延伸你其实你看很多国家、很多城市他会用各种方式来。你比如说以前在香港有一个叫太平绅士太平绅士就是讲这个人有声望道德品格很高当然有社会地位通常他也会很有钱。那么这个港英就会给他一个身份叫太平绅士。太平绅士的任务是什么？其中有个核心的任务就是，假如你在监狱你是个囚徒，你在监狱被人虐待，你可以给他写信，告诉他谁谁谁谁谁，我在监狱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个太平绅士就可以过问这件事情，解决你的处境。它就变成一个什么？就是变成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就是他赋予他有这样的权利过问这件事情。就香港的太平绅士最早他是这么衍生过来的。当然慢慢的他就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六合彩请2位太平绅士坐在那里，他往那一坐当然也有人公正，但是太平绅士往那坐比公正管用。为什么？他有社会威望这件事情就不可能作假，因为他在监督这件事情。所以全世界都有这种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这个系统其实是社会价值观的投射。社会价值观通过各种方式投射到这个人群当中去，它是推动这种价值观的一种教化的过程。但是这件事在中国就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先进个人优秀党员全是谁？全是单位领导有权的人那么怎么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是谁？先进党支部一定是领导所在的党支部啦。先进集体肯定是得宠的那个官员或者什么他们的单位啦。就是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权力的延伸，和价值观没有1毛钱的关系了。所以我说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国家特征不明显，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反映出来。一个国家它需要很多的支撑，其中有一个支撑是什么？价值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价值观？有，中共的价值观。中共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你看看中共党章就知道，但是那个是站不住的，就没办法落地的。那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摇摇晃晃，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它没有国家的价值观，国家价值观站不稳这个国家就摇摇晃晃为什么中国会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什么？道德沦丧就是我们大家共识的某种价值体系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被传递出去，被大家接受，被大家执行，这就道德沦丧的原因观点王先生已经给我们系统的讲解了中国的过去和现状，如果看其他的频道都是零零散散，很难全民了解中国大陆。谢谢你的肯定观点王老师，现在解放军在西藏和印军对峙，
蒙古和新疆又需要大量的军力维持。像您今天讲的在台海演习军演，解放军已经有能力准备在5地同时作战吗？那用不了多少人啊，那军演规模，你一个师啊，一个师，不用一个师吧？你像这军演不用一个师，在西藏跟印军对峙，消息说是5万人，5万人那就是2到3个军啊，2到3个军对中共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那新疆、蒙古，新疆是部队啊，新疆肯定是部队，内蒙呢应该是武警，所以这个对于解放军的军力，它还不属于作战啊，跟还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压力啊。但是如果真的要进行一场战争，比如说对印作战，那你就想一下，对台作战，你怎么样？我看他们有些方案30万到50万啊，30万到50万，那会有压力。中国有200万军队，那30万到50万去了台海，那其他各个方向那就要减少啊，它是有压力。你比如说去对印作战，现在是5万，那你真的要打一场小规模、中等规模的战争，那也要打30-50万，因为印度也是很多军队的国家，我具体人数我不知道，但是印度是一个这么仅次于中国的大国，所以中印要打起仗来，那都是人海战术啊。所以如果讲这个时候所以你看，半年前没有人会讨论中国面对的这个外部局势，在讨论战争的这个议题。你看现在一开始讨论战争的议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形势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快。现在才几月份？现在才9月份啊！你想想啊，情况，中共部队内部有个说法叫新西兰招进来的农村兵没有钱送礼，送钱贿赂长官，就扔到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兰州军区，好残酷的中共体制啊！兰州军区实际上兰州军区是覆盖了新疆军区的啊，新疆没有军区，是兰州军区啊。兰州军区涵盖性，就是以前的，现在不叫军区了，叫战区啊。观点，我非常支持王先生开启近代中国历史的专题，而且我非常期待王老师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从经济的角度和记者的角度，讲述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事件，理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怎么让中国走到49年那个地步的啊。如果我一天坚持做2个专题的话，那可能我没有时间准备啊，我们要准备啊，但是我可以想一下怎么办啊，会有一些办法啊，让我想想，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也很想做这个工作啊，这也是帮助我去梳理自己的这个知识结构的一个过程啊，包括从清朝到民国到中共建政到现在改革开放，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知识架构，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世界史，可以一直延伸出去。其实我们经常找一些，我们以前会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找一个时间切片，叫历史切片，就找一个时间节点啊，关键的时间节点，一刀切下去，看看这个时候中国在发生什么，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然后进行对比，这是个就我们叫历史切片，是蛮有意思的。这就我们叫断代史啊，这就断代史的模式啊，也有这个编年史的模式，就是一直下来编年史的模式。我想一下，这是个很大的工程啊！如果要做这件事情，那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啊，或者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架构，
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因为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工作，可能你是边讲边准备，边讲边准备，一个是这样的过程，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架构来完成这个工作。好建议啊，好建议，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建议啊，谢谢啊。情况我支持王先生在新闻评论实事求是、别开生面、一史中底的专业态度。你刚才说在其他平台扩展，请问是哪些平台？好，让大家跟随，全面关心和支持。我现在在 Patreon 上面已经开始开了我们的频道啊。那么 Patreon 我讲3遍 Patreon Patreon 啊 Patreon 你搜一下啊。那边会是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广告，但是呢，那是个会员平台，就是全部都是会员啊，它需要订阅啊。它是类似赞助啊，支持你的这个喜欢的这些讲者啊，这是 Patreon， 然后慢慢的我们还会在更多的平台上发展。我们先在 Patreon 上面做起来，摸索一段时间以后再考虑其他平台。我的做事的模式就是稳妥，把事情做好，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啊。观点：共产党基于美国总统选举尚未结束及深知美国军武优势，目前中共所有的演习及动作其实都在对内维稳，用解放军唤醒中国百姓的军队镇压阴影，因为解放军拿不出好菠萝，只好先拿棒子吓唬老百姓。观点：西方社会是信任社会，社会运营是基于相互信任，背叛这个信任后果很严重。强国是怀疑式社会，大家互相猜忌，就算是朋友之间也防着对方，怕万一啊。这样环境下生活的强国人，到了西方社会，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很信任他，都很友善，有的人会拥抱这种信任融入社会，也有很大一部分人保持怀疑，更有一部分人在保持自己的怀疑的同时耻笑并利用他人的信任，这就是所说的占便宜耍聪明。很简单，你可以看很多国家的这个地铁或者是火车都没人检票，你自己买票自己上去坐，没人管你，但是它会有检票，它会在开的时候有人检一个票啊。那么这种信任的结果是什么？这种信任的结果就是你运营的成本会降低很多。但是坏的情况是什么？坏的情况就是有人会利用这个占便宜，但是利用这个占便宜的人，万一被抓到，那就会面对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它的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运行机制。那么所以就是西方的文明就是一个信任的运行机制。那么中共利用这个开放的社会，所谓开放的社会就是信任的机制。那么你去占他的便宜，你被他发现了，那当然你想再获得他的信任，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你现在中共讲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观点：中共其实用求和这个字很好理解，中共非常膨胀，也影响到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动不动就觉得欧洲国家是日落国家，对捷克颐指气使，这就是中共自大膨胀到处瞧不起人，然后别人反击时还要逞强，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但心里其实被吓到了。膨胀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也是一个是什么？这也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就是说，欧洲古老的欧洲古老的也没有中国古老，古老的欧洲一讲到欧洲就是没落的欧洲讲欧洲在没落。你去看一下英国，你去看一下欧洲，什么时候有没落？中国还在追赶欧洲
所以这也是洗脑的结果啊！不断的文章里面，就中国的中共的那些宣传机构一讲到这些，就是后面的那个标准答案就会跑出来啊。观点：华春莹那句“世界那么大，英国那么小”，你就知道中共的傲慢。日不落帝国的影响力，中共永远不可能达到，非常正确。提问：王先生经常说，对中共不要高估实力，低估决心，是否把决心理解为突破底线的程度，以及对短期获利但长期受损策略，或者也就是饮鸩止渴的偏好程度？决心是什么？决心是其实可以讲用心啊，就是说他在房间里算计你，就是在你不留意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想法的时候，他在一个房间里算计你，盘算你，对你进行各种各样的规划，是这种。决心其实是讲的是这个，而且他愿意为这个目标付出的成本、投入的资源，然后处心积虑的程度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这就是决心。我讲的是这个。至于底线嘛，中共根本没有底线，从来就没有底线，他从来没有底线，他就是一样东西。就是政权，他成立到现在，他的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目标、所有的利益，只记一样东西，就是政权啊。情况：今天在一个工厂看货，有一个60多岁的老员工啊，听说我们的货要出口美国，马上就骂美国不好，甚至生气，马上怼美国人。我马上怼美国人，给了你钱，你老板给你发了工资，你种地的时候是不是把最好的谷子卖给了中共？他马上开始忆苦思甜，说那时有多苦，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也有一本账啊。OK， 情况太好笑了，国内媒体报道，川普命令中国必须疫苗先给美国，否则直接开战啊，这是很搞笑。提问：为什么马路上有那么多标语，如友善、和谐，甚至法治、公平？明明这都是假的。共产党每条大街上写出来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大家知道，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北京的这个街头会有一个操作，什么操作？大家知道开两会的时候是3月份，3月份是北京的冬天。北京的冬天呢，就一片黄色，树是黄的，就是没有绿色，在北京是没有绿色的啊。那么偶尔也会有一点植物，都是那种耐寒的那种植物，但是很少，因为北京很干旱，植被本来就少。他们有个操作是什么操作？就是在那个地上喷上绿色的喷漆。远远的看过去，好像是一片绿草如茵啊！你说的这个标语就是那个动作，就是同样的效果。他们就想这样，就显示我好像写到墙上我就有了啊。但是通常中共讲的东西就是他没有的东西，反过来说就对了。观点：昨天2波一位网友国内父母让他回国的问题，我也体验过。我的经验是反问我父母，你们忘了我的爷爷如何被抄家，剥夺我们的房子吗？你忘了现在在台上那个政权从来没有改变初心吗？他们沉默一段时间以后，再也不反对我了。我这样的话也跟我的家人说过啊，但是有些人他是会明白的。有些人不一定明白啊。观点：中共只有把对方看成合作伙伴，才能避免对抗，成为朋友。只是过去40年，我们少有听过美国媒体说中美必有一战，倒是在中国媒体常常听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弯道超车，大国崛起。中国公派来美国的人，在看到911悲剧的时候，
拍手叫好，这是什么心态？这是中国从上到下的思想缺失。这种意识形态，你真正以为美国人是白痴、幼稚、容易欺骗？提问：王先生，今天中印双方发表联合新闻，达成5点共识，你怎么解读这篇新闻？这是否意味着中印边境冲突已经解决？没有，边打边谈，边谈边打，中印之间的冲突没那么快解决。你看现场你就知道啊，现场的这个争夺不会停啊，不会停，所以中印之间的冲突，我觉得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双方持续到冲突到某个程度，双方见一下谈一下，然后又开始冲突，大概是这样。情绪，王老师第一次留言，看你说过有尿酸和痛风，不知道你好了没有？虽然这是个题外话，但不过我也想说，你可以晒太阳，会给身体维生素和氧化氮。还有，据说苦咖啡对尿酸转移和缓解痛风，希望你能健康康为大家继续做这种非常高质量的节目。感谢你啊，你现在已经好了啊，现在已经好了，向大家报告。但是我还会注意啊，我每天都喝咖啡，所以理论上你说的这个苦咖啡应该对我有效啊，谢谢你，明谢一下。Alan Dunn， 谢谢，默默支持你，希望王老师坚持，谢谢，我会坚持的。阿绿，谢谢。Fly Lee， 谢谢。蔡明长，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